这个江南巡抚啊，怕罪责落到自己身上，就先参了邵知府一马。这个邵知府呢，听到消息之后，当场就给晕了，现在已是无心查案。若是我所料不错，现在南都城里大小衙门都在互相推诿，谁也不肯牵头查案了。确实如此。案发首日，本应当收集线索，确定嫌犯，都被他们这些蝇营狗苟的私刑给耽误了大好良机。云兄，我为何觉得你不想官府破获此案？精明啊，确实如此。我只是在为南都的百姓感叹。那人还说了些什么？你细细说来，切不可有任何遗漏。好，王捕快是这么说的：这案子当真奇了怪了，这船上一点私斗的痕迹都没有。这押船的一标30多个官兵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这么说，应是监守自盗。哎，公子慎言，当心祸从口出。如今人心惶惶，刚才几次，公子切莫再提。你说会不会不能说呢？就越是可疑。倘若真乃那些押船官兵监守自盗，那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想必他们的老少妻儿都还在南都城中。可一个官兵1年的俸禄，也就不到300两，这眼前放着10多万的官银，抛妻弃儿也是有可能吧？一船有30余人呢，哪怕他们全部抛弃妻子，想要不走漏半点风声，绝无可能。那人还说了些什么？10万两官银呐，还有公子家的贡布，岂是说搬走就能搬走的？只要上岸，车辙马印，线索总该留下点吧？我们巡抚衙门4个巡防营，沿河80余里，两岸全找遍了，愣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那要是这样，根本就没上岸，直接沿江运走了呢？哪怕是连夜行船，天亮之前他能走多远？这天一亮，船自然无处遁形。我们已经把周边的渔场跟码头都打听遍了，没人见过吃水深和载重物的船。此事说来也确实离奇，这坊间传闻也是众说纷纭，还有说什么水鬼劫银的。你说会不会跟官府失窃案有关？苏公子以为呢？现下并非乱世，这放眼望去，普天之下能对官府动手的也没有几人。若真的是一伙人，确实有非解之处。你接着说。我是这么觉得，上次官府失窃案，他们并非冲着银子而去，是想栽赃诳贿庄。可若真的是这样，此次劫官船，若还是想栽赃云兄跟莫老板，应是绝无可能。分析的有道理。不过若往后再想一步呢？我就只能想到此处了。南都城中同时出现了2波劫匪，手段何其相似，亦是同样高明。说是巧合，我绝不相信。他们必定是同一伙。所以之前栽赃广汇庄，不是他们的目的，而只是手段。那依云兄所言，上次栽赃广汇庄不是为了扳倒莫老板，而是另有所图。明玉啊，我不是不想说太多，只是此次的水鬼劫银案，恐怕会招来一场轩然大波。我不想你被卷入太深。可现在贡部都不知去向，我如何坐视不管呢？我只是不知道我该做什么。百年丝绸皇商，乃是苏家之根基，贡部亦是重中之重。织造司那边你可打点了？这你放心，我找了几个相熟的公公，都已重金打点过了。他们也说
可以帮我延期，还找了一批新的职工，正在赶制公布。好，那这段时间，你安行此事即可。好，那我先回去。你若有事儿，随时找我。明玉啊，其实你在我心中一如挚友。楠楠，楠楠，督主，督主，督主，什么是慌慌张张的？少主那日不是已经出了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连曹境百里全部戒严，走不成了。属下倒是有些门路，可以安排些好手护送少主渡江。恐怕不行。我带的东西啊，太显眼。记得少主走时可是两手空空。不错，我不愿意空手而归，只好结了上京的贡银。看来叶舵主早已料到，少主那日劫杀官差，就是为了夺取传令文书。欲结贡银，须得知晓官船出港的时间。叶舵主，南都的地界儿你比我熟，你帮我想个法子，把这些扎手的货呀处理掉。叶萧，少主并非是与你商量。少主是要我引火自焚。叶舵主何出此言？你放任唐老板败光了阁中的银子，我这是千方百计帮你补空缺，你当谢我才是。少主，事情闹得这么大，阁主会不会怪罪？怎么，连你也想管束我？岳无不敢。阿娘老糊涂了，一再放任南宫放扩张势力，我那姐姐也是愚不可及，竟妄想借云台之手制约南宫放。以她的心智，只怕早被公子相反制了还不自知。女流之辈婆婆嘛，都难成大事。岳无只做少主最快最好的道路。看看，拨云见日，此为天意。
姐姐要杀我？既然屡劝不听，只好将你绑回江北。好啊，来，让碧月屋带着我的尸首回去便是。大小姐若是怪罪，请杀了月屋，切莫伤害少主。跟我来。我初入南都时在此落脚，这屋子出过命案，也有些唬人的传闻。方圆几里鲜有人来。你们暂且在此安顿，不要回客栈，以免被官兵发现。哎，姐，先别走，我们好久没好好说说话了。月屋去外面守着。姐，来。给。想想我们姐弟二人，从小居无定所，跟着阿娘四处奔波，她又忙着打理阁中事务。我们在外遇到毒虫野兽，或遭官兵追捕，多少次死里逃生。都是姐替我避灾挡祸。姐，当初你为何不告而别？你可知这3年，我是如何过的？我当初为何离开，你不知情。大人，林渊姓武，果然是林渊逆道。今日我不想杀你，都给我滚！小娘们儿，投降不杀。娘，3年前，阿娘将我许配给南宫放，我想偷偷离开，一走了之，没想到被阿娘追了过来。你是一定要走吗？凌渊之人，不贪生，不惧死，也不知道降为何物。女儿不孝，辜负阿娘厚望。但南宫放这门亲事，女儿绝不会答应。你打小是很懂大体，为什么今天那么任性？娘，南宫放求亲，看似是对寇家示好以表忠心。可这分明就是僭越。他若成功一次，势必认为寇家对他惧怕3分，日后必更加变本加厉，肆无忌惮。他这些心思，娘怎会看不出？果然是我女儿，看局势看得清楚。南宫放敢求亲，确实是僭越。如果我在大庭广众把他拒绝，让他颜面扫地，心有不甘，倒不如来一个顺水推舟，把你安插在他身边，
可以监视他一举一动，以后可以控制他，为我寇家所用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可南宫放怎会看不透您的心思？他又将如何对我？是有一点危险，可是为阁中利益，我必须一试。你不会让娘失望吧？为阁中利益，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吗？可我是您的亲生女儿。我知道，南宫放以尾大不掉，为防止阁中内乱，势必慎重扭身。女儿此去，并不只是为了逃婚，我定有方法对付她。你打小性格刚烈，如果我硬要把你带回去，你会以死相逼吗？女儿此去，定不会让娘失望。我不失望，我只会当从来没有生你这个女儿。当真老糊涂，当初是谁重用南宫放，待到局势失控，就要拿亲生女儿来做交易？不可胡言！我哪句说错了？若非他手鼠两端，酿成今日祸患，姐姐如何会有这样难堪境遇？阿娘向来以大局为重，不论儿女私情。当年的境况，她也别无选择。什么别无选择？当年他接二连三仓促起事，多少义士惨死伪朝官兵刀下，凌渊因此重创，这才重用南宫放筹集资金稳定局势。全是他混招结出，此事不可再提。当年阿娘接连起事，亦是为了稳固寇家在阁中地位。那些事情错综复杂，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。姐，他对你如此绝情，你却百般维护他。她是我娘，我只有你们两个亲人。亚楠，你是我现在唯一可以相信的人。姐，我还有一事不明。什么？你我都为对付南宫放，替凌渊打破死局。如今眼看夜宵已在悬崖边上，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解决他，你为何横加阻拦？你要将夜宵推下悬崖，自己将站在何处？你可知公子相已猜到，你栽赃莫不凡，乃是另有所图，断定劫夺官船，并非只为银子。就算他猜到此处，那又如何？你还不明白？如此下去，他很快会发现，南都城除了夜宵，还有另一股凌渊势力。姐，你把这公子香说的神乎其神，简直多智而近妖啊！你若对他了解一星半点，就知我并未夸张。姐，你莫不是中了他的蛊惑吧？可纵使他有通天本领，不还是被你给骗了？我看他对你倒是在意的很。不说这些，此事你听我的。行，那我静观其变。但有一场，我待闭月无出城便是。你最好立刻就走。不行，我不能留你一人与他们周旋。你想想看，我知晓夜宵所有部署，你掌握云香一举一动，
你我联手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大人就这么去见邵知府？不然呢？按官场规矩，不该先递个名帖吗？这案子日后少不得府衙配合，咱们总不能与邵知府交恶吧？伯，你在内卫府待几年了？回禀郡主，6年有余。6年？这哪里不妥啊？内卫登门拜访，名帖先到，只有一种情况，那就是有好事相告。眼下南都重案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他稍一和难辞其咎。要是我们先递名帖，他随意找个理由躲开，我们何时才能见他？况且就此案来讲，我们并非要让他配合我们，而是要想方设法让他的权力暂时为我们所有。所以对他，我们可以恩威并施，绝不能一味示好。明白了，郡主所言有理。是吧，叔？这些都是王爷教你的？何须教我？王府里每日进进出出多少官员，看也看会了。叔，你们内卫府是不是清闲得很啊？要不然波哥哥怎么待了6年，还是个官场白丁呢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他但凡有你一半机灵，能任你欺负？好了，出发。下官借着临江楼的醉花阴，先敬郡主一杯。郡主占领南都，下官未能远迎，真是有失礼数啊！我刚一下马车，我就想起来，小时候随爹爹游历南都，在这院子里很是住过一阵子。今日算我回家，何须你来迎我？啊，想不到我与郡主竟是这般缘分呐！实不相瞒，下官此次造访南都，一无宫中尚书，二无内卫衙门指派公文，全因得知南都府库失窃，想来彻查一番。不料半路听闻水鬼结阴的奇案，职责所在，就想求个真相。本府正因此事焦头烂额，只不过就此案来说，当真怕委屈了神伯啊。此话怎讲？本案理应由我南都府统管，柳大人既无上命在身，按照朝廷的律令，当听本府派遣才是。邵大人，我听爹爹讲过你的一件趣事，不知是真是假。5年前，爹爹巡游南都，正是邵大人设宴款待。确有此事。期间你们推杯换盏，相谈甚欢。没多久，邵大人便醉得不省人事。醉酒无妨，多寻常啊。只是邵大人，你可知您醉酒后都说了些什么？说，你要不要记一下？记下吧。邵大人当时纵论古今，说起太祖朝的律法，感念当时的官员仅贪慕20两银子，便要受剥皮食草之刑。哎，当真残忍啊！下官断断不敢妄议太祖皇帝啊！有趣的是，邵大人说，那些赃官若是生在天庆年间，您定有法子带他们一同发财，绝不叫人查出半点破绽。邵大人，究竟是何妙招？您说出来，给内卫们长长见识呀！绝无此事，本府绝不可能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呀！没有啊，那是我爹撒谎喽。不，这父王殿下怎会说谎？别急了，这些都记不得呀！大人，这是内卫衙门的本分，你不会干涉吧？哎呦，邵大人，莫往心里去。郡主刚刚不说了吗？都是醉话。李波，刚刚的话都记下了吗？全都记下了。那就收起来，好好保管吧。邵大人，
我们说探案的事情。您堂堂知府统领南都，位居3品，刘某一介闲人，舔军内卫官职5品。此次办案，刘某全凭调遣，还望邵大人多多照拂。这追鬼结阴案还需您全程把控。若需邵某配合之处，邵某定当全力以赴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刘大人。邵大人，哼，这不妥吧？我们岂不成了鸠占鹊巢了？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外面的客栈呐，它不干净，让柳大人跟郡主住在这儿，我才安心呐。哼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邵大人的好意，下官心领了，那就不远送了。关门。大人，这如何一场酒就变成这般？唉。大人，您说那柳公权，他虽是福王家的门客，可说到底，他还是皇上的人。那他此次带明珠郡主来南都，到底是为福王办事，还是为皇上办事？大胆！这是你该说的、该问的。张嘴！先生知错，先生知错，先生知错。福王的，皇上的，这不是一回事儿吗？说，怎么样？下次是不是不用我缠着，你也会主动带上我啦？这人怎么回事啊？连句谢谢都不说。郡主切莫怪罪，郡主若跟大人办案多了，便会知道。他但凡过问案情，开始整理思绪时，便是刀枪不入，六亲不认。一贯如此。是。好吧，果然是人无癖，不可与之交也。云香，整个连生坊怎么就你一人？苏明玉带着柯梦兰去督察贡部了。金兄带着天狐和孩子们，重新收拾一下老宅子，准备重新开善堂。你为何从来都对我不闻不问？啊？怎么了？我要问什么？我每日去了哪里，见了何人，你从不关心。你不想说，自然有你的道理。你想说的，我不用问。我明白，这段时间我可能有些心烦意乱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。你不要生我的气啊！我没有生气。这个时候，我怎么会给你添乱呢？好了，说正事儿吧。结阴案的事情。起初，我本想去巡些押船官兵的家眷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事先谋划、监守自盗的迹象。他们的家属应该都被官府看押了吧？那可未必。一标官兵30几人，亲眷至少也有上百人，有1、2个漏网之鱼也在情理之中。你找到其中一个？不是，我得知有个官兵的弟弟曾因偷鸡摸狗进过大牢，这回听说官府又要拿人，便吓得先躲了起来。他们这些毛贼平日都是藏在竹山街藏身消隐，我虽未找到此人，但却无意得知另一消息。是什么？这个张银匠
被夜宵雇去容银。多谢，多谢。他做活细，你别催他，也别对他动粗啊。行了，回屋吧，大明就回来了。那蒙面人名为原野，是夜宵的心腹。这条线索应该足够帮公子香展开追查了吧？我担心他对我起疑，但愿还能蒙混一次。这几天我必须在他身边，你切莫。姐姐放心，我绝不轻举妄动。竹山街那些专替毛贼销赃容银的银匠，一夜之内全部被人雇走了。可知雇去了哪里？还未打探到。你带来的这个消息至关重要，它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是对的。谢谢。也是为我自己，看你忧心，我也不安。你把眼睛闭上。为何？听话。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就想这样待一会儿。我听金兄说，你之前的那根簪子断了，今后带这根。簪子的事情，我只是随口和老金说过。你要记得，以后对我说，那些关于你的过去，我不曾经过的，我都想知道。云香，方才那一刻在想什么？真希望这一切都早点结束。我想和你就这么守着，管他外面的纷纷扰扰。我又何尝不是？他们抓走了竹山街所有的银匠，这正好印证了我的猜测。那么多官银想要运走，实在太过于险。而最好的法子，就是重新容领。不过眼下城门封闭，难寻外援，
所以他们只能从城中招募引将。可眼下却有一件事情会影响我们进一步追查。什么？如今的南都府已下达修士令，派遣兵丁全天候巡查，犯案者自然不敢轻举妄动。但他们不敢动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线索。可就算把官锭熔成了碎银，也有足足10万两那么多，转运起来依然很困难。所以我想，他们一定会分散出手。通过钱庄，钱庄自然是要考虑，不过他们应该会有更好的出路。唐家赌坊，不错。戚天风也说过，林渊本就一直利用唐家赌坊来洗白赃银。看来，只要官府解除修士禁令，我们便可守株待兔。只是我觉得此次可能会有更棘手的问题。之前我们无论是面对曹邦，还是对付唐啸，因为有苏家参与其间，所以官府总是未曾干涉。不过这一次对付林渊的同时，要做好跟官家周旋的准备。亚楠，这一次的劫银案，绝对不是普通的小毛贼那么简单。我不想让你卷入太深，给自己招来祸患。凌渊那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我不能让你一人面对他们。云香，我能帮你，不要让我置身事外。哎，这崭新的官锭铸成碎银，这到底要做什么？想活命就闭嘴，哪儿那么多话？你呀，别问那么多，早干完早安生。